天才刚刚黑，村民们便上山吃蛊虫，只要他们吃下蛊虫就能修仙。而我刚穿越过来，就被当成本地人一起带上山。本以为天胡开局的我，却被村民们的讨论吓得瑟瑟发抖。我已经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邪道门派之中。所谓邪道门派是需要在弟子身体里面种一只蛊虫，就算是正式入门。一想到自己未来的日子，七宝第一时间就是想要逃，但发现这根本不现实。周围不仅有巡逻队，还有各种瘴气，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一个邪道门派的普通弟子，比较有前途。等以后有机会再想办法脱离这邪道门派。就在此时，一个系统面板浮现在他的眼前。这是进度条100%了。进度条完成100%的话，可以随机抽取一个被动技能。正在抽取被动技能，随后抽到了一个名为暴食的被动技能。暴食一级，每当你消化食物的时候，能够更快、更完美的消化食物，同时你也会饿得更快。好消息，我有金手指。坏消息，这金手指获得的被动技能也太垃圾了吧！你是打算选巫毒一脉，还是死血一脉？还没决定呢。如果可以，我倒是想选门主一脉。就你还想选门主一脉？别做梦了。从这几人谈论的话题，七宝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推理。原来这三蛊门根据3种蛊虫分成了3个派系，这3种蛊虫分别为五毒蛊、嗜血蛊和冰灵蛊。七宝在心里面开始盘算起来，自己究竟是选择哪一个蛊虫种在自己身上？五毒蛊如果按照名字来推测的话，必然是五毒炼成的蛊虫。还有这个嗜血蛊又是什么蛊虫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开饭？我都快饿死了。因为没有什么信息，所以他只能够进行盲猜。等待了好一会，前面的人都已经完成了种蛊，然后被分别带往不同的地方。接下来总算是轮到七宝了。七宝还在犹豫的时候，就直接被人打断了。底子勉强还行吧，这人我要了。只见一只极小的血红色小虫直接飞到七宝的嘴里，随后蛊虫顺着喉咙到身体内。对此，七宝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够站在一旁等着。我怎么有点头晕？这好像是贫血的症状啊！等等，这嗜血蛊在吸血？嗜血蛊是一种汲取血气生长的蛊虫，吸取血气后就会反哺更为精纯的血气给宿主，实力就会提升。然而随着嗜血蛊的成长，其汲取血气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如此情况之下，只能够修行增强气血的功法，以对抗嗜血蛊的汲取速度，但终有一天会抵挡不住嗜血蛊的汲取速度，直到最后活活被嗜血蛊吸干。来，这是补血丹，每人领1枚。1枚补血丹下肚，一股精纯的气血是流入4肢百骸。今晚大部分人应该会承受第一次嗜血蛊反噬，到时候别太惊讶，这是正常现象。等会我会让饭堂的给你们住处送吃的，大家敞开肚皮了吃，不需要任何的代价。这岂不是当猪养？在一个邪道门派之中，免费供你吃喝，天底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这不就是在养猪吗？等他们都养肥，然后再杀。分配好住处后，宗门很快就送过来的熟肉，直接抓起来就能够吃。我怎么感觉这真的是在喂猪呢？消化未知兽肉，血气加1；消化未知兽肉，血气加2。此时七宝的胃部就好像一台焚化炉一样，源源不断的将它吃下去瘦肉消化，然后不断产出血气滋养它的全身。但很快，位于心脏处的嗜血蛊在感受到如此充盈的血气之后，也是开始了汲取血气。这样吸下去会不会直接被吸干？还好拥有这个被动，能够在短的时间里面不断消化瘦肉的，转化大量的血气供给嗜血蛊。在嗜血蛊不断汲取自身血气的情况下，七宝甚至有余力翻开宗门给他的小册子。凝血诀，这是控制自身血气的方法。这小册子上记载了一系列针对嗜血蛊的方法，甚至有关于嗜血蛊的介绍。看了介绍，七宝不禁后背微微发凉。果然，我就知道这嗜血蛊简直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代表啊！在凝血诀和被动暴食的帮助之下，七宝生成血气的速度是极其之快，所以这个晚上根本没有丝毫的危险。不错，竟然能够活下来，正好跟着我。完全不清楚什么情况的七宝自觉地跟在魏和身后，然后亲眼目睹魏和从一具具干尸身上取出已经死掉的嗜血蛊，一路过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还有一个，不错，竟然有2个人能够活下来，恭喜你们，正式成为三蛊门的弟子。正式成为三蛊门的弟子？既然你们已经通过考验了，那么不妨告诉你们，这里只是一个招生点，只有今天活下来的才能前往古山成为三蛊门的外门弟子。在前往古山的路途，七宝发现系统面板上的进度条已经满了，随即开始抽取新的被动技能。我的被动技能老皮1级，每当你受伤，然后恢复伤势之后，防御力加1。竟然是防御性的被动，这是什么鬼触发条件？要受伤恢复伤势之后才能防御加1。这时他意识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只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够获得一个被动，那岂不是说我只要苟的时间够长就能无敌了？
新弟子每个月可以领取10枚血丹，等下记得都去领。还有每个新弟子都能够领1次断体境的功法，最后每天必须要完成宗门任务才能够修炼。这血丹能保证弟子不被吸干的同时，能够有余力修炼。然后就是没有入门老师，想要修行，自己学拳，或者花钱去传功殿，请一些师兄或者长老教你。宗门根本不会担心你混日子，因为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体内都被种下了蛊虫。每浪费1天时间，就意味着自己距离死亡越近。在生命的威胁下，没有人会懈怠。等下，把你的血丹交出来。师兄，我这……拿出来。熊胆并没有怜香惜玉，而是一脚踩在了他的身上。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修行者能不能移山填海，还有修行究竟是怎么修行呢？这蛊虫该怎么处理？甚至于修行者是怎么战斗？此时七宝领完血丹，正在一脸迷茫地往门外走去，看着眼前一番狼藉，七宝满脸震惊。这是抢劫？老弟子抢劫新人的血丹，宗门都不管了吗？还是宗门高层直接默许了这种做法？交不交？这人咋这么倔强，而且运气还这么差，还遇到了熊胆，一副没有经历过社会洗礼的样子。得不偿失啊！一些血丹而已，要是被打残废了，可就惨了。有人出来了，把你的血丹交1半出来。熊胆不耐烦地看向七宝，他已经拖不起了。在三谷门，所有入门的弟子只有3年时间进行修炼，3年必须要突破断体境，到达引气境，成为内门弟子，要不然宗门就直接进行废物回收了。隐忍，上交1半血丹，以此避免1次冲突，还是反抗，拒绝霸凌。小子，你聋吗？这一届的新弟子也太犟了吧！只见熊胆突然出手，七宝遭重击，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但很快嗜血谷感受到了宿主的威胁，一股精纯的血气喷涌而出。这是嗜血状态，这咋可能？这是刚入门弟子，嗜血谷这么快就开始蜕变了，这不对呀！还敢反抗，找死！在连续重击下，七宝没有一点反击的能力，只能吃几枚血丹恢复防御所需的血气。看着这打不死的小强，熊胆此时心里面已经动了杀心，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不能动手。有种，希望你能够活上3天。此仇我记下了。正在抽取新的被动技能，治愈体质1级，能够自主缓慢的恢复伤势。适当的药物能够加快这个治愈进程。还好有自愈体质这个被动，要不然我这伤势要躺几天就真的麻烦了。等到伤势恢复之后，就能够触发老皮这个被动，防御力+1，这效果不知道明不明显呢？伤势恢复的差不多后，七宝就来到了藏经阁。从外面看，甚至还有些破旧，完全不像是一个门派专门储存功法秘籍的地方。进去吧，记住从里面出来了就不能够再进去了。这么草率，而且真的就只有一个看守弟子，怎么这么不对劲呢？宗门的长辈究竟去什么地方了？怪不得这么草率，连看守的人也只有一个，这藏经阁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功法。七宝内心有些不甘心，连续翻了好几本，发现有些功法甚至是残缺的，没办法，只能随便选了一本功法，就地开始修炼起来了。差不多该回住处了，现在即便有人想要对我动手，也是有信心进行反击。时光如水，不知不觉间，七宝已经加入三谷门3个月时间了，每天就是修炼，做宗门任务，喂养肉骨，肉骨的肉也是炼制血丹的主要原材料。好在2个月前，熊胆已经正式成为了内门弟子，并没有来找七宝的麻烦。还是赶紧去喂养肉骨，不然就晚了。小心点，今天他好像有点暴躁，随时可能吃人。应该不会有事，毕竟我的防御力还是有的。七宝刚进入饲养肉骨的地方，就发现肉骨身上有2处伤口。这是今天刚被取肉了，难怪会那么暴躁。来，赶紧吃，吃了伤就好了。靠！七宝立马丢掉手中的饲料，往后暴退，等到肉骨完全安静下来，才继续开始投喂。整个投喂过程是有惊无险，今天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进度条应该满了，让我看看这次能够抽到什么被动。正在抽取战斗本能，在战斗的时候，你的身体总会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这是战斗类的被动，不错，有空试试这被动的效果怎么样。休息了一会后，就准备去领取血丹，当天的任务，并且这是当天结算。刚刚走出来，他就碰上了老万。只见老万此时眉头紧锁，脸色似乎有些不太对。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麻烦了，我们这来了一个新管事，同是新来的这个管事，对于我们今天做的工作直接就不承认，并且从明天开始，所有喂养任务的报酬减少1半。新来的管事在哪里？在库房那。听到这，七宝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默默前往库房的方向讨要任务报酬。他只是需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做的任务报酬，结果宗门管事的不仅不给，而且日后任务的报酬
还要减少一半。你小子不服马，还在这里干什么？此时，七宝的手慢慢摸向口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泥土，往赵俊的脸上一挥。啊！我的眼睛！你有取死之道。随后拿出一块砖头，往赵俊的脑门重重敲了下去。这宗门真抠搜，连件像样的武器都不发，只能拿砖头喽。你找死！你不知道我是赵武公子，不会放过你的。废话真多，我问你答，今天的报酬你不想给吗？可是，给，立马给，早给不就好了吗？何必呢？等一下，我这里有个好东西。好东西？随后，七宝在赵俊身上摸索了起来。哦，还真的是好东西。你死定了！该死的贱民，竟然敢抢赵武公子的东西！等应付过了你这一关后，就立马前往内门去找赵武公子搬救兵。当七宝在看向赵俊的时候，赵俊是迅速切换了一副面容，脸上满是谄媚。还有今天的工钱？当然。老万呢？原本七宝还打算帮老万的工资也顺便要，老万作为老油条，在意识到情况不对，得罪了管事，就立刻闪人离开。麻烦了，赵俊绝对会回去找那内门弟子搬救兵，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赵俊替内门弟子收集资源，最后肯定会携带大量的资源返回内门，到时候直接截杀赵俊。想到这，七宝先收拾一些东西，直接钻进山林中等候。七宝并没有选择逃跑，因为只要远离这个地界，体内的蛊虫就会要了你的命。该死的杂种，竟然浪费我1枚元血丹来恢复伤势。为了迅速恢复自身的伤势，直接选择吞服1枚元血丹。那人对我已经产生杀意，继续待在这里太不安全了，别赶紧收拾东西回内门了。东西收拾完毕，赵俊打算直接趁着夜色回到内门。至于七宝，则是早早开始踩点，等待他的到来。要不先回去睡一会，继续待在这里也是喂蚊子。而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不远处却是露出一个人影，看到这他立马缩进草丛之中。这伤势竟然恢复的这么快！就在赵俊走过草丛时，七宝把手里的细沙往赵俊脸上撒。我的眼睛，怎么回事？这一招怎么那么熟悉？随后，七宝在背后拿着个板砖，悄悄地靠近，一手钻入下去，瞬间将赵俊都干懵了。不要动，头晕是正常的。既然这么顺利，虽然手段有点下三滥，但这着实是管用。愣了1秒钟之后，七宝立马将赵俊拖进山洞中，为了避免被巡逻弟子发现。没带东西？不可能啊！这连夜跑路，什么东西都不带，这不符合常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布袋。难道是传说中的储物袋？东西还不少，这些资源够我修炼到隐气境了。对不住了，谁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呢？这是七宝穿越过来后第一次杀人，随后挖了一个坑，直接将赵俊给埋了。之后就地开始利用储物袋的资源开始修炼起来。这才多少天，修行资源消耗的也太快了。不过我现在也是断体9重，索性一次完成，直接开始引气。不过在这之前，七宝是按照惯例的看了一眼系统面板，进度条早早就已经满了。只要宿主不抽取被动技能，系统进度条蓄力越久，抽取的被动技能就越强。要不要憋一个超级被动技能出来呢？算了，还是抽取吧。正在抽取，骸骨镀层1级，会在体内生成一层骸骨，减免第一次受到的伤害，减免伤害受境界影响，同时需要7天时间重新生成。防御系被动不错，就是这个冷却时间有点长。被动技能抽取完，七宝也是直接开始接引天地灵气，突破到断体9重后，七宝的身体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对外界的感知也十分的敏锐。我感应到灵气了，这不是从赵军那得来的玉佩吗？难道这就是天意吗？这也太顺利了，有这样一个宝贝，引气入体似乎不是一件难事啊。将玉佩的灵气引入体内后，七宝的经脉开始慢慢撕裂开来。好痛，这样下去很容易出问题。经脉受伤了，老皮被动也会触发。这个时候，自愈体质这个被动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七宝也发现了新大陆，凭借自愈体质，开始疯狂进行引气，直到体内的灵气爆满全身，随即开始转化灵力。现在我应该算是踏入了隐气境了吧？能够摆脱外门这个鬼地方，接触真正的修行之道，想想都兴奋。而就在他难得有个好心情的时候，嗜血蛊又出来破坏他的好心情了。这，你还吞噬灵力？自己刚刚辛苦转化出来的灵力，一瞬间就没了一大半。难不成嗜血蛊会与宿主一同成长？三古门的修行之道，完完全全就是魔道一流。面对嗜血蛊，七宝现在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够继续转化灵力，等到将境界稳固下来后，再返回外门。几天后，七宝回到外门，发现广场上有许多人围在一起，而且还死了几个弟子。有一个外门弟子也到了内门的人了，内门那边下来一个人在报复。开啥节了？正常，毕竟是内门下来的，不杀几个人才不正常呢。也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你好，这里不让睡觉。有动静。只见熊胆根据气味蛊指示，一眼看向了七宝所在的位置。
是他，竟然真的是这个小子。就是你杀了赵俊那个废物吗？把储物袋交出来！这小子胆子还真不小，竟然敢动赵五公子的人，还把储物袋直接带在身上。赵盾还有储物袋，这人该不会杀了一个内门下来的管事吧？原来如此，熊胆这次下来是因为这个。又不说话，没关系，等下我就让你好好说话。什么？灵力，你突破隐气了？这才多久？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熊胆的那一击虽然很强，但经过骸骨镀层的伤害减免，七宝身体完全没事。然后七宝猛然一踹，瞬间失去了战斗力。你是赵武派下来的？还有你是怎么发现我的？你别得意，虽然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隐气，但是你在内门根本不算什么，你根本不会知道内门究竟有多么残酷。现在呢？反正都是死，用我的一命换你的一命，也算是值得。七宝看了眼四周围观的人群，谢谢围观的那些老人，瞬间明白了七宝的意思。没一会，四周就只剩下熊胆和七宝两人。希望等下你还能够这么硬气。只因他把克扣工资的管事打死，并且抢了他的储物袋，宗门就派人来调查，结果他还要把人家的手扯断。说你是怎么发现我杀了赵俊的？不然你的3条腿都保不住。3条腿。气味谷，我是靠气味谷找到你的。你为什么要做赵武手下？你不是已经隐气了吗？赵武现在是什么境界？这都是因为灵石不够，要不然我会这么落魄吗？该死的嗜血谷！灵石？没错，从隐气境开始，修行就需要灵石辅助了。至于赵武的具体修为我不太清楚，但听说这段时间赵武已经准备聚气了。接下来，七宝把内门的一些常规知识都问了一遍。好了，再见，我不能够放过你。七宝将熊胆身上的东西都搜刮干净，随后前往传功殿的位置。进入内门的程序需经过传功殿。竟然又有人隐气了，不错，小子，你带上令牌和信物，进入内门，记得加入飞鹰会，你是我们的人。等等，这个信物好像在熊胆跟赵俊的身上找到过。那所谓的飞鹰会应该是赵武的势力，让我加入飞鹰会，岂不是羊入虎口？知道了，看来只能够将信物藏起来了。从外门纳上来的令牌和信物拿出来。没有信物，只有令牌。你真的没有信物？一个人在内门可不好混。真的没有信物。有趣，没有就没有吧，等下就会有通知下来，看看是拜入哪个长老门下。苦竹峰，这是三谷门大长老所在的山峰，只有七宝这种从外门爬上来没有信物的，才会被分配到大长老一脉。因为大长老是个修行狂人，而且每一年会亲自考核门下所有弟子，考核不通过就会被吃掉，于是只能够派出一些替父母。这次只有一个人，小师弟，我是你的大师兄。只见王明嘴里一丝丝口水从嘴边滴落下来，那神情简直就像是将七宝当成了美味的食物一样。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感觉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们苦竹峰主修的功法是吞魔功，这里是前3层，后续的功法等修炼到了才能够找时服药。然后这是一瓶元血丹，是大师兄我个人给你的，记得好好修炼。我先回去了。大师兄王明刚走没多久，七宝这里就又有不少人前来探望，师兄师姐都有，而且每一个人都留下了不少东西，想要把七宝养到肥肥的。又是免费的？不是说内门不好混吗？吞魔功，吞魔功顾名思义就是以吞为主。吞魔功入门之后，嗜血谷升级吞魔谷，同时你的食欲会大增。一旦你满足不了吞魔谷营养需求，吞魔谷就会开始吞噬你的心智。原来如此，刚刚的那些师兄师姐已经直接被体内的吞魔谷操控了心智，把我当成食物了。吞魔功虽然很多弊端，但还是有很多优点。只要修行了吞魔功，你的修行速度跟战斗能力是他人的几倍。被动技能 BOSS 1级可升级，被动能够升级了？难道是吞魔功触发了什么隐藏条件吗？升级，随着技能升级，系统的进度条开始往后倒退。原来升级也会减少进度。BOSS 2级，每当你吞咽东西的时候，有几率额外获得未知属性，且你不会被食欲所控制。不会被食欲所控制，这不是刚好对应了吞魔功的弊端了吗？这样我修行吞魔功就不会像师兄他们一副饿死鬼的样子了。那小子进了苦竹峰，是的，在苦竹峰那种地方，他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就是有些可惜。储物袋和那些资源没了，算了，就当喂狗了。时光匆匆，七宝成为苦竹峰一员已经过去10天了。这段时间，七宝利用师兄他们送的资源，修炼到了隐气3重，灵力已经完全变成黑色了，注定要当魔修了。大师兄看样子似乎已经快把持不住了，不过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对我下手。这段时间，王明简直就是将他当成私人物品，每天定时投喂，就好像喂猪一样。进度条总算满了，抽取。
蓄力一击，你的第一次攻击会消耗积累的气势，每消耗1点气势，伤害加成为1%，一天能够积累20点气势，最高积累5天。咦，这被动好像挺不错的，蓄力满的话，攻击的第一下威力直接翻倍。修炼了一会，七宝起身准备前往宗门开设的方室。附近所有修行者都可以到这里进行交易。七宝为了修仙资源，也是在方室找了一份看门工作。毕竟吞魔谷消耗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即便大师兄不断送来东西，但这些东西仍然不够。我是所有穿越者里混得最惨的吧？居然在这看门。这位小哥血气好浓厚哦，有兴趣跟我一起修行吗？真没想到区区一个引气境，气血如此浓厚，如果用来双修的话，我应该很快就能够突破到灵气了吧？看着林小娇这副模样，七宝选择保持沉默。是个哑巴，竟然如此！你要是愿意就点点头，我不会亏待你的。只要你答应，这就是你的。看到这一幕，与七宝一同守门的那人眼睛都直了。这可是好东西，汤怎么了？灯一关都一样。有趣，这都能够拒绝？你应该刚刚进入内门没多久吧？就在林小娇动手的时候，七宝的战斗本能突然间触发，体内的灵力喷涌而出，但肚子突然间就饿了。晦气，竟然是苦竹峰的饿死鬼，浪费时间。好啊，即便七宝有2级暴食被动，自身不受食欲影响，吞魔谷的影响却是摆脱不了。吞魔谷在不断催促着七宝要吞了眼前的林小娇。这些血丹给你，赶紧走开，浪费时间。不够，找死！别以为我怕了你苦竹峰。我说怎么有人挡住门口？原来是小娇姐姐。眼前这人真倒霉，本想安分的做好看门的工作，结果就被宗门的富婆看上了，就连美女柳如烟都要来挣一手。看着柳如烟的美貌，七宝瞬间开始想入非非。这女人有古怪，她的香气带有魅惑类的药物。有趣，明明你身体都有反应了，竟然还能够表现得如此平静。一直沉默不语的七宝突然间开口说了一句话：“你会拉屎吗？”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why baby why？ 柳如烟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懵了。贱人，今天我赶时间，以后再教训你。还有你这个看门的。宗门里像师兄如此有趣的人并不多了，我们日后再见吧。又是2个大麻烦，看来这守大门的工作是做不了，干脆直接回去问问大师兄怎么快速赚取灵石好了。想了想，七宝干脆直接不干了，回到苦竹峰。七宝并没有看到大师兄的身影。师兄，快跟我来，大师兄要对你不利。也不给七宝反应的机会，直接拉着他就往一处走。这个瞬间，战斗本能又触发，一股恶意直接在七宝的心头盘旋。这师妹有问题，想阴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师兄，师兄，你在干什么？我这是在救你。哼，我明明已经计划好了，将他带到这个偏僻的地方，然后下毒偷袭。他是怎么发现的？三谷门里还会有好人，而且这还需要你来提醒。大师兄想对我下手，根本就没有掩饰的意思，一直都是放在明面上的。师兄，你放过我这一命吧，我把这新买的宝物给你。哎，你换新手机了，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啊？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价格满意当面回收。我用了很久的那台14 Pro 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那肯定啊，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我推荐爱回收。那我一会就去看看，但我还是不能放过你。你。随后，七宝在原地运行吞魔功，将师妹所有的血气和灵气都吞噬了。除了小师妹那蕴含的血气灵气外，暴食被动还额外返还了一些。这样就引气6重了，怪不得苦竹峰上的人看谁都是一副流口水的样子。随后，七宝打听到苦竹峰的师兄们都是靠打劫或者收保护费获得修炼资源的，看来只能够去方室收保护费了。第2天一早，七宝来到了方室，许多人早早就在路边摆起了地摊。对于这些地摊，七宝直接就略过了，需要去找那种有店面的，还付得起保护费。考虑的如何？选择我们赵武公子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你们还是和贾巨公子谈吧，毕竟我这边如果答应下来了，贾公子那边也不好交代。没关系，只要你答应下来，就算贾巨那边有异议，我们赵武公子直接给处理了。又是赵武，这还真的有缘分。老板，你的挂靠没了吗？不如考虑一下我。钱商瞬间看向了七宝。阴气精，你算哪根葱？滚！七宝也懒得废话，直接用实际行动去。在场的几个喽啰全部被踢。考虑的怎么样了？钱商还没有给出回答，商铺门后却传出来一个声音：我们答应了，今后我们家的生意就靠这位公子了。我叫七宝，苦竹峰的，日后有问题直接派人到苦竹峰找我就行。女儿啊，你刚刚出生，是不是因为那人很有潜力？刚刚如果我不出声的话，父亲你就危险了。我能够感受到那人的杀意。不会吧？那人敢在方室里杀人，
三谷门的规则只是限制外来商人的，并不是用来限制自己的弟子。而且这人还是苦竹风的，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应该能够安稳一段时间。苦竹风，这有什么特别吗？听说苦竹风上的人都是疯子，而且还是战斗狂。三谷门的其他内门弟子一般不敢招惹苦竹风的人，可以适当投资一下七宝。那都听你儿你的，要玩就玩一把大的，最好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大靠山，不然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等我们挣到了钱，一定会治好你的眼睛。父亲还没给我讲方式，今天发生有趣的事呢。很快，七宝就回到了苦竹峰，计划开始猎杀苦竹峰的弟子。师兄，我有点事想要讨教一下你。有什么事？我们换个地方谈谈吧。换个地方，好啊！这小子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七宝带着师兄向山林深处走去，四周越是偏僻，师兄就越是发出诡异的笑声。对此，七宝早有准备，全身的灵力暴起，蓄力一击的被动瞬间触发。死吧！还是缺乏攻击手段啊！要不是攒了几天的被动蓄力一击，根本拿不下他。七宝收刮完师兄的宝物，就开始吞噬血气跟灵力，同时也看了一眼系统面板，进度条也是满了。抽取，正在抽取免疫毒素一级，你能够免疫大部分的毒素，一旦中毒，你的身体将会把毒素排去。刚获得的被动技能，七宝就感觉一阵恶心，直接吐出来一堆东西。我这是中毒了，而且还是这么多种毒素。看来是大师兄下的毒，每天送来各种修行资源，这些修行资源之中绝对掺杂了毒。很好，我倒要看看最后究竟谁是猎人。如今我已经是隐气九重了，靠吸收他人的血气跟灵力提升就是快，难怪什么地方都有人愿意当魔修。他只是去收别人的保护费，结果同行却对他恨之入骨。一个隐气境的毛头小子，竟然敢抢我的保护费！等到演武大会，倒要看看这七宝究竟有多少本事。此时七宝吞噬完师兄后，就回到了苦竹峰，也收到了钱商送来的保护费。这么多东西，第一次收保护费就送那么多东西，这商铺的老板好像下血本了。看来自己要多留意钱老板的店铺才行啊，收钱不干事可不好。怎么样，女儿？这个七宝究竟有没有潜力？从收集到的信息来看，七宝好像真的很厉害，从外门爬出来，这已经是万亿挑一了。之前还和赵武结缘几次，却一点事都没有。那我们要不要继续扩大生意？还是等演武大会的结果吧，说不定我们要逃离这里。我总感觉这里十分危险。我突破了。有了钱商送来的资源，七宝从隐气九重突破到聚气一重，这个过程并没有丝毫的波澜。闭关了这么久，出去透透气吧。然而，当七宝刚就感受到了几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虽然没看到人，但是被动战斗本能直接触发。那么多人想吃我，看来现在的境界还是有点低了。要不趁着这个机会再狩猎一次？等晚上吧，现在行动还是太过于招摇了。明天就是演武大会了，今晚应该是所有人最松懈的时间，我今晚动手成功率应该是最高，你说对吧，小花花？说完，孙贵将那颗头颅盖了起来，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夜深了，苦竹峰上是显得格外的寂静。此时，七宝正准备出去猎杀别的弟子。有人。没一会，一股奇怪的香味缓缓飘向七宝。迷烟竟然还用这种东西，还好我有被动免疫毒素。这是孙师兄，灵气九重，境界比我高那么多，要完了！死吧！灵气九重那灵力直接碾压七宝，还好有爱的护法，被动挡下大部分伤害。七宝当机立断，瞬间开溜。可怎么办？逃不掉，那就只能够拼死一战了。很快，双方陷入战斗中，七宝也感受到自己的灵力在变。小花花，你等着，很快就多一个人观看我们的婚礼了。小花花究竟是谁？小花花在你背后。他真的信了，抓住这个机会，七宝立马就出一根长矛。你骗我！小花花真的在后面等你，快看！这上过一次的，还信？世间上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再度借着他分神的机会，七宝全力一击，长矛一下刺穿了孙贵的心脏。给我死！结束了，如果不是孙贵精神有些问题，我根本不可能获胜。那叫小花花的人应该是孙贵的爱人，要不然孙贵也不会有这种表现。随后，七宝直接将孙贵一口吞下，庞大灵气和血气一瞬间就将他的经脉填满。于是，七宝的修行境界开始节节攀升。这也太爽了吧！宛如开挂一般的晋升速度，实在是让人沉迷。现在应该又可以抽取被动技能了吧？正在抽取穿甲攻击一级，你的攻击能够刺穿敌人的防御，每一次攻击都会无视敌方1%的防御，直接攻击到本体，被动不能越一个大境界。太好了，终于来了一个攻击被动，灵气九重，然后又有了穿甲攻击被动，明天的演武大会势必拿下。演武大会就是挑选精英弟子去对抗其他宗门，报名结束后，
七宝就静静的等待。中间的演武场已经有人开始对战，现在上场的是赵武公子吧？好像是，听说这也是个天才，半年时间不到也突破到了凝气境。听到这熟悉的名字，七宝看向演武场。凝气三重，现在对我毫无威胁。很快，赵武赢下了比武，接下来轮到七宝上场。虎竹峰，果然又是新面孔。对呀，该不会又是凝气九重吧？大概率是的。虎竹峰那些疯子没什么好说的。开始。用毒了。七宝有被动免疫毒素，直接无视了那股绿毒烟，冲到对方面前，一拳把对方脑袋捅坏。七宝胜。果然是凝气九重，竟然不怕万毒谷的毒，又是一个怪物。不怕毒还是特殊体质，有点意思，必须要确认一下。这么一个好苗子可不能够被糟蹋了。作为万毒峰的管事，悄悄地溜到了七宝的身旁。刚刚赢下对战的七宝，瞬间危机感十足。我中毒了，可惜了，不是万毒体。魏广在试探一番后，直接悄悄溜了。刚刚有人暗算我，并且还下毒了，还是被动无法免疫的毒素。这三股门简直就是太危险了。经过刚刚那件事，直接激起了七宝的求生欲。我需要更多的灵石，更多的修炼资源。接下来七宝上场的对战都是把对方往死里揍，除非交出储物袋保命。好猛啊！看来内门又要出现一位风云人物了。这样的实力，这是真的吗？明明前不久才引气。凝气九重，这才多久？赵武瞬间决定放弃这次的演武大会，偷偷溜走，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这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道理人选，看来需要回去多配置一些迷情香了。本月的演武大会已经结束了。这就结束了？这好像有些不对吧？传闻中内门的几大怪物，一个都没有遇上。你跟我来。你敢信这个老六穿越到修仙界，要靠吃宗门弟子来提升修为？七宝吞了一个师兄后，修为就像开挂一样，连破12个小境界。随后在演武大会上太过突出，结果大会得提前结束了。你跟我来。经过演武大会，你也算是一个可以培养的苗子，但可惜的是出身在苦竹峰，只能够让老头子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这段时间宗门与白骨关和五鬼门交战，这个矿洞。听了一会，七宝算是明白过来了，原来这次演武大会是为了找一些有实力的当炮灰。这件事只要成功，除了突破灵台境的秘诀，还有一枚运灵丹。这运灵丹是什么？运灵丹是突破灵台境的辅佐丹药，能够将提升铸造灵台的成功率。现在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好，我去。七宝只能答应下来。如果敢说不，那么眼前这人说不定瞬间翻脸。很好，这是连心骨，只要灵台境以下的弟子外出都需要种下。如果尝试将这只骨驱除，母骨那边就会有反应，到时你就只能够为宗门牺牲了。明白了。当连心骨钻进自己的胸膛时，七宝感受到死亡压迫，自己的生死在于敌人之手。等着吧，迟早有一天我会反抗的。现在离开这里吧，记得任务时间是3天以后。演武大会的奖励，等下我会让人送到你那里去。回到苦竹峰，七宝打算把苦竹峰的弟子全部吞掉，化作养料，准备强行突破灵台境。反正你们都被食欲所影响了，就让我帮你们解脱吧。杀戮从今晚开始。第一个，七宝收刮完储物袋，就开始吞噬分解，然后开始下一个。2天过去，苦竹峰所有的弟子都被七宝给吞噬，唯独没有看到大师兄的身影。差不多杀光了，可惜我不能进苦竹峰的后山，那是大长老的修行场所，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弟子。果然想的还是有些简单，肉身就扛不住那么多灵力跟血气了，看来强行突破这个想法似乎行不通。于是七宝就用剩下的时间，让吞魔骨慢慢消化体内的灵力。都到齐了吗？还有苦竹峰的七宝没到。哼。系统抽取被动技能。正在抽取，不屈之心，你的伤势越严重，治疗效果就越好。这个被动不错，这跟自愈体质不是绝配吗？不知道我现在的实力能不能够与灵台境碰一碰呢？靠，今天出任务要迟到了。因为来的有点晚，七宝直接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注视。有点实力，怪不得这么嚣张，可惜。这只是小成大戒，连心骨的母骨在我手上，你们最好老实点。这就是灵台境吗？还有这连心骨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厉害。出发。你们知道这次我们去的地方在哪里吗？我知道，是万重窟附近的小矿洞，听说那里有很多势力驻扎。对啊，除了我们三谷门、白骨关和五鬼门外，还有很多小势力在那里呢。七宝离开了三谷门，赵武在意识到自己对付不了七宝后，选择了捧杀七宝，造谣七宝拥有一件辅助修行的灵器，要不然从来没有修炼过的凡人能在短短时间里面突破到凝气9重。随后有些人按耐不住了，直接到苦竹峰寻找七宝，结果苦竹峰上现在没有发现一个活人了。该不会苦竹峰上的其他人全部被七宝杀了吧？
那大长老呢？苦主峰发生这种事，大长老不管吗？听说大长老现在不在苦竹峰，之前宗门不是与白骨关和五鬼门起冲突了吗？大长老好像是镇守一个重要的地方了。这七宝似乎是一个能够突破灵台境的好苗子，要是被归来的大长老知道我让他去前线当炮灰，大长老应该不会一口把我吃了吧？大哥，前面就是万重窟了，这也是宗门经常与别的宗门争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最应该小心的是白骨关和五鬼门的偷袭。不对劲！七宝的战斗本能触发，这是有人对他们下手。在七宝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奖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纸人在那。不见了？什么时候？总算遇到软柿子可以捏一捏了。是白骨关的人，快散开！姐，赶紧投降吧！你们的灵台境修士都已经不见了。蓄力一击！不可能，这明明只是灵气9重，怎么会这么强？这么弱，简直就是不堪一击。黄宏这个废物，这边就交给我吧。记住，一定不能够走失任何一个三古门的弟子，不然消息就走漏了。还有小心些，那人似乎不简单。放心，有五鬼追踪术，依靠替身纸人逃走，那人躲不过这次围杀。已经有2名灵台境的人去追杀他了，就在前面。七宝，你这个冷血小人，见死不救！竟然是个废物，这就差点尿裤子了。三古门的弟子果然是一代不如一代。多谢2位爷爷不杀，真有趣，再叫2声来听听。爷爷！此时的七宝并未走远，而是在一旁躲了起来。难道这人就是靠这样摇尾乞怜，在内门之中活下来的？这样还能修炼到凝气9重？别玩了，赶紧看看另外一个人在什么方向，没有时间浪费了。只有2个人，都只是凝气9重，应该都不是我的对手。